炼气、化神、反虚、归道，这是成仙之前的4大境界，也决定了成仙之后自身实力的强弱，以及成仙后修炼的进境、仙途的上限。像兰陵娥这般入门10年，还是拜了一位门内没有什么名气，甚至尚未成仙的师傅，就修行到了炼气8阶，自然引起了诸多的关注。师兄师妹2个人隔了3尺站在一处树荫下，不少目光扫来。这些目光的主人大多会觉得这对师妹的感情不是多好。灵娥折了一段柳枝的嫩芽，在指尖轻轻缠绕着，几次欲言又止。哎呀，约法3章第1条，外人面前保持3尺间隔。约法3章第2条，在外面如果没什么事，不可闲聊。师兄，你要去哪儿？你猜？又不说，都问了你几日了。兰陵娥轻哼了一声，小声嘀咕：反正你去哪儿我也去哪儿，我可是要盯紧你的。哼。李长寿淡定的一笑，嘴唇微微张开，声音钻入了兰陵娥的耳中，用的却是传声之法。师妹，你现在是一个小有所成的炼气士了，要学会独立面对一些困难了。我是奉师父之命盯着你，别让师兄你外出闯祸，丢了咱们小琼峰的名头。李长寿微微一笑，也不再多说什么。钟过6声，一道道身影飞出百幡殿，总共60多位炼气士立在了空中。他们面容气质各异，有的已经是白发苍苍，满脸褶皱，有的看上去还是28芳华的少女模样。不过大多数都是以成熟稳重的外向示人。这63位门人略微张开自身的气息，百幡殿前顿时鸦雀无声，而空中的人影身周都蕴着一缕仙光。这是来自各峰的仙人，负责这一次外出历练的护卫任务。只听一声鹤鸣，一只红顶白鹤自云中而来，其上盘坐着一位清瘦老者。若仔细瞧这位老者，能见他背后隐隐有祥云为伴，身周悬浮着2朵青莲，自身的气度更是非同寻常，气息丝毫没有外露，却给人一种宝相庄严之感。这是渡仙门副门主众羽上人，据说是一位天仙级高手，渡仙门修为前10的存在。众羽上人并没有发表什么长篇大论，眼皮半垂，嘴唇一张，声音在主峰各处回荡。尔等此次外出，需时刻谨记门规，扬我渡仙门威名，勿作有辱门风之事。此次外出历练，总共有12处所在。近来东海之滨有妖魔为祸，几处不足，还望尔等能除魔卫道，护持同族。各长老开始吧。言罢，众羽上人驾鹤而去，并未多留。众门人弟子齐齐行礼相送。殿前空中立着一位老人，向前拱手领命。前往东海之滨斩妖除魔者，来最左侧，修为不低于炼气6阶。前往此地者，以除妖数目论赏。下方这些弟子顿时开始动作起来，近半数弟子去了殿前左侧，那边顿时拥挤起来。这是每次历练大会的惯例。12处历练之所，有一处必然是难度与危险相对较低，但奖赏十分丰厚的所在。兰陵娥扭头盯着自家师兄，发现师兄的双腿果然是纹丝不动。师兄的目标果然不是去捞好处。师妹，你修为尚浅，就跟着大多数走吧。李长寿传声劝了一句，兰陵娥的嘴角轻轻撇了一下，陪着师兄站立不动。就听那葛长老继续喊道：前往中神州东南边界斩妖除魔者，来右侧等候，修为须不低于
炼气8阶。这一次只有几十名弟子行动，但个个都是修为不错，清一色的化神境。就这般，在葛长老不断的呼喊声中，一名名弟子前后动身，选好了要去之地。葛长老后面喊出的历练之地，对于修为的最低要求也在不断的上涨。待葛长老喊到最低需要化神境2阶时，兰陵娥盯着自家师兄那双明眸，满是幽怨。他真实的修为就是化神2阶。师兄，你到底要去什么地方？李长寿依然是笑而不语。很快，场中未动之人只剩下23人，尚未宣布的历练之所也仅剩2处了。这23人，除却角落中的这对师兄妹之外，近乎都是各峰的仙种。这一代弟子中被重点培养之人，弟子排行中也都在前列。葛长老看脸兰陵娥，随后便喊道：且往东海凌云岛历练者入殿内等候，修为须不低于化神境9阶。剩下的20余人中有17人同时动身，各自放出自身气息，清一色竟然都是反虚境2、3阶。周遭传来一声声赞叹，这17名弟子迅速飞入殿内。此时场中尚且未动的只有6人，而众弟子的目光也迅速汇聚在了一名身穿火红仙裙，背着一把宽刃宝剑的少女身上。少女此时闭目静立，宛若一世之仙，恰似9天灵仙，仿佛身周飘着几个大字：生人勿近。她是渡仙门当代弟子中知名度最高的几人之一，不仅生的是国色天香，沉鱼落雁，气质出众，身段无瑕，其修仙资质更是惊人。此时提前展露自身气息，已经是反虚境4阶。他入门仅有60余年，这般资质让他深得渡仙门看重，也早早拜入破天峰掌门一脉。有清玄雅也要去北周，倒也不错。角落中，李长寿露出了淡淡的笑容。跟这样一位受人关注的吸精气一同出行，倒是能让自己的存在感更低了。一旁的兰陵娥鼻尖轻轻嗅了几下，顿时嗅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。她的目光在师兄的微笑以及那名身穿火红仙裙的少女身上来回挪动。果然有情况。又听人群传来少许的议论声。玄雅师姐要去北距泸州，那元清师兄看样子也是要去北距泸州了。这不是必然之事吗？没看元清师兄一直未动，自然是在等玄雅师姐做决定。慎言守心，莫要得罪了这2位破天峰的修道奇才。空中，葛长老皱着眉头，看着李长寿和兰陵娥这对师兄妹，略微摇头，继续高喊：且往北去泸州东兰乱章宝林的弟子入殿内等候，此地十分凶险，常有弟子损伤，最低需化神境9阶。那身着火红长裙的少女睁开双眼，那双凤眼颇为澄澈。她脚尖轻轻在地上一点，裙摆随风，宛若一朵盛开的火灵花，带着道道目光飘入殿中。紧随其后的是一名看起来文质彬彬、温文尔雅的青年炼气师，展露自身气息却是反虚境5阶。他那双眼睛始终不离前方那火红的身影，自然就是那位元清师兄了。李长寿也同时迈步而行，因为有心玄雅和元清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力，此时的他并没有被其他人注意到，让他颇感舒适。而他刚走2步，没由来的打了个寒颤，一双满是幽怨的眸子在他身周如影随形。师兄，
你突然要去北距泸州做什么？李长寿只感觉背后寒风阵阵，顿住脚步，扭头沉声：“自然是去采药。”师兄，家里的草药不够你用吗？你……小琼风灵娥！空中突然传来一声呼喊，却是那位葛长老皱着眉头注视着这对兄妹。你是否还要参与此次外出历练？参与。兰陵娥抬头应答，感受到周遭有道道目光投向自己，俏脸有些泛红。明明刚才还是幽风锁千里，现在却已经是春暖逢花开，表情转换可谓是相当自然。让长老您费心了，弟子修为尚浅，方才有些拿不定主意，现已决定随众师兄师姐去东海之滨。葛长老点点头，露出了几分慈祥的微笑。快些归阵吧，莫要耽误了出发的好时辰。是。兰陵娥暗自松了一口气，扭头再想要找自家师兄时，前方却已经没了人影。真是，干嘛非要去那种危险的地方？他鼓了鼓嘴角，小声抱怨着，也不说句保重的话。自己小心点，臭师兄。转身时，兰陵娥已经恢复正常的表情了，走向了远处的人群。迎面而来的便是数名带着微笑的各风才俊。殿内，十几道目光落在角落中的李长寿身上，大多都带着狐疑，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。李长寿默默地放出自己的气息，化神9阶，压线过关，当代弟子中上水准。元清、玄雅，你们可是这代弟子修为排名第2和第6的，怎么都要赶着去采药啊？都灵峰刘燕儿，小灵峰王琦，也是这代排名前20的良才，怎么都要赶着去乱葬宝林？咱们门内对年轻弟子已经这么小气了？北距泸州可不是什么善地，前2次都没人去呢。百凡殿角落，满身酒气的女仙人歪了一下头，瞪了一眼站在4名光彩夺目年轻弟子身后的李长寿，又低头看了眼手中的竹条，再抬头看看李长寿，如此重复了2遍，面色渐渐阴沉。小琼峰李长寿，哎，你什么修为啊？刚化身9阶就去乱葬宝林干嘛？啊，去，要去东海打那些瞎妖去。这个女仙人直言直语，可谓是丝毫不留情面，但说的也却是十分在理，显然是在为李长寿的安危考量。女仙人的腰上挂着一大一小2只酒壶，一身的打扮也是十分简单，长裤短衫，一头浅褐色的中短发，在3000青丝长发飘飘的女练气势群体中，也算得上是罕见的异类。形象和气质方面，像极了门内被长期压榨的劳动力，以至于自暴自弃的杂役弟子。还好，还用布条绑住的纤腰，还有那快被撑破的麻布短衫，以及身上时不时流露出的少许威压，能让人直接了解到这是一位实力不弱的女仙人。此人道号99，破天峰门人，看起来也就是20出头，其实已经8、900岁了，成仙已经有600余年。在他同期入门的那一代弟子之中，也是拔尖的存在，如今也能够独当一面了。前往北距泸州乱葬宝林的门内护卫只有他一人，可见他实力不凡。李长寿面露肃容，对这位大名鼎鼎的9仙人拱手行礼道：就是说，弟子需要寻几味药草，有一味只有北距泸州才能寻到，这次还要劳烦9师叔了。啥药草？女仙人嘴角一撇，那张其实是十分秀丽的面容上带着少许的嫌弃。我跟你师父也算有点情分，来，给你这个，拿去。
找道藏阁的麒麟长老。言说中，女仙人在自己满是酒污的短衫中摸了一枚玉片出来，随手扔给李长寿。就说算在我月供里面，去拿你要找的药草。北距泸州也是你这化神9阶能去的。你要是真死在那儿，我可是要被扣10年9千。你那个爱哭鼻子的师傅肯定还会跑过来找我哭哭啼啼的。呦，想起来就烦死了。一旁的2男2女略感讶异，目光落在那枚玉片上。门内长老的身份玉牌如此轻易的就给了一名化神9阶的非同封弟子。师叔。李长寿苦笑了声，捧着玉片向前2步，将玉片递回给这位女仙人。若有的选，弟子也不想去北距泸州冒险，但这一次实属无奈。按照门规，师叔也不能拒绝弟子外出历练的请求，还请师叔成全。九九略微皱眉，注视着面前低头行礼的这个小辈，哼了声，随手将玉片夺了回来。真是元清，玄雅。身着火红裙的少女与那位文质彬彬的青年炼气士同时拱手应答。弟子在。你们2个要是有余力，就帮忙照看照看他。弟子领命。有秦玄雅面无表情地应答了一句。师叔放心就是。元清对李长寿投来少许善意的目光，嘴角的微笑也颇为温和。我会照顾好长寿师弟的。九九忍不住一手扶额，对着李长寿就是一阵吐槽。他入门比你跟玄雅都早。真是，李长寿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修炼100多年还没到反虚境。算了，你们小群峰那条件，你能跟得上大多数弟子，也算不错了。元清面露尴尬，但很快就拱手一礼。抱歉，长寿师兄勿怪。李长寿含笑摇头，心底也有些感慨。面瘫女，大暖男，这一对倒也十分般配，不过跟我没什么关系就是了。